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一下体验服的小火龙啊，然后看一下，就是优先就是什么呢？版本先行嘛，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话又黑屏了，直播事故啊，在紧急调整中。好，恢复正常了。就比较轻松的，然后他玩的也是人机啊。人机的话，我们就看一看，然后介绍这个英雄，然后聊一聊在新的版本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吧。但装备的话，其实还是没有，就是在体验服里面没有更新出来，只不过梅尔跟那个小火龙那个斯莫德已经做出来了。因为装备没有更新的话，羊刀还没有出现，所以整体的还是在玩暴击流的一种玩法啊。但暴击流呢又分两种流派，一种是做这什么西兰刀，一种是做魔切那一套。应该那个不是暴击流吧？魔切应该不是暴击流，破甲流，我不太清楚了，这真不太清楚了。然后就是小火龙的话，它真正的伤害就是靠 Q 技能啊，跟狗头一样。然后它叠的话是好像是多少层来着？25层还是30层的时候，它的 Q 技能就可以造成 AOE 伤害，然后到了55层，它的那个 Q 就可以攻击到后方敌人。然后怎么叠 Q 呢？需要通过 Q 技能，反正就技能命中对方英雄以后，对吧？才能，它的 E 技能就是这种飞翔加速，飞在空中。飞的过程中呢，只要附近有敌人的话，就可以进行一个攻击。这人机还会 Q 闪，我天！感觉比人屌一点，我天！难怪体验服的人都不去玩，不打匹配啊，都是跑来这里的哈，玩人机的。然后55层的时候就是可以反正就打到敌方后面嘛，是吧？哦，不对。应该是55层有那个 AOE 伤害，然后85层呢就可以有那个攻击到后方敌人，然后150层就有斩杀线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有个点哈，它怎么叠呢？一是要技能命中对方，反正这对敌人造成伤害 ，Q 技能，然后就是反正就是用 Q 去消灭单位，就是消灭敌人，无论是龙还是那个小兵，攻击到敌方的话就算一次，但你要像小兵啊。野怪啊，它只能算一次，你消灭一个单位。一个 Q 看叠了一层。25层的话是小范围的一个那个 AOE 是这样子。叠了层数以后就不一样了，那看来是我搞错了 ，sorry。然后应该是随着层数的叠加，它那个范围会变大。25层就是小范围，因为我对这个英雄我自己也没怎么去玩，所以大家都是学着这个英雄去，就相当于在这个视频，大家都在真的学习嘛。
突然觉得这个英雄又可以蛮香的了，一个 Q 能打出这么多伤害。你可以看到，哦，20层、85、150层。150层的话就是成型了，但它这个25和85还有这个就是增加那个范围的那个，他这里说的有时候他会说的不太明白，终究还是得你玩过以后是吧？或者说你看别人玩过以后你才知道。我们这里看多注意一下它那个层数叠到多少吧，好吧。这说实话，像小火龙的话，估计上正式服肯定会砍1刀，因为前期叠的那个太快了。只要你要跟他打架，你没杀死他或什么的，你的压力不够大，射手小火龙，我天，现在伤害就开始有点爆炸了呀。虽然说是打人机啊。这个花也能叠，我天！对面要是选个那个什么杰拉选个还有什么那个能死掉以后又有那个的塞恩是吧？狂叠，我天！这英雄的话就前期弱势，如果让前期的话就是你要打小火龙的话，必须得前期压住他，而且。但现在下个版本去抓伤人路也没那么好抓了，因为越塔伤害会更高，所以更多的还是需要看双人路怎么去压制他。打野去压制他的话，现在比较困难，除非对面压线。那小火龙稳稳的吃线就行了，谁给你压线啊？哦，85层的话会扩大1圈。不是说65层以后会有那个弹道，就是往后打那个弹道。看看85层的话会怎么样啊？这地方慢慢叠就可以了，只要自己不掉点，是吧？这里的话已经70多层了，大招收掉。叫妈，他的大招人送外号叫妈是吧？这就是新的那个先锋是吧？这里 A 塔，这个先锋的话又变回那种之前的先锋了，终于不搞这种花里胡哨的了。85层原来85层就可以攻击后方敌人，然后有了以后每多65层的话就多1条弹道，好像是我看到了。手游的节奏说实话有点快哦。这里面可以看到是8分钟，就相当于你拿完第1条小龙之后，而且它这里是在打人机，节奏肯定会慢。如果你放在正常排位赛里面去打的话，节奏肯定快很多的。这伤害有点高哦。这个英雄现在我感觉太过于超模了。新版本，如果说不削他拿出来，那他那个班位估计下不来的，就会一直在班位待着。对，还有 E 技能这里的话是可以穿墙的，因为在空中嘛。牛，这很无理了吧？
其实你可以看到手游的技能 CD 很快啊，有可能我跟你说就是会改那个叠的层数，还有技能 CD， 这是最容易改的两个。哇，这个大招的话有点远哦，从2塔到对面水晶半个地图吗？啊，不愧是喊的妈是吧？这妈不是在地图外看着呢。这现在准备150层了，看看150层以后斩杀效果有多离谱啊！这英雄上手很简单，但想要怎么去叠好这个被动，这个大招一路刷，离谱。138了，这里的话看看打个龙，或者再刷刷。其实反正就。哎，这一期就是看一看，放松，就没必要说啊，看着你们老说那种看什么虐菜局啊，那这局啊纯人机，大家看一看这个英雄玩的怎么样嘛，好不好玩嘛，对吧？还有一个点，赛季末，哎，你不觉得你赛季末去上分更像反人类吗？反倒是赛季初去上分，我觉得你还是个正常人。赛季末，说实话，现在牛鬼蛇神太多了。Q 技能还能提升那个攻击距离吗？就施法距离。我跟你说，评判一个 ADC 强不强，评判在哪里啊？这看这个 ADC 吃不吃队友，不需要辅助的 ADC 啊，就是这版本最屌的。哦，火炮的话是能吃到，它的 Q 是能吃到火炮的。我还以为是攻击距离增加呢。这英雄有点变态哦。你说狗头唯一的缺点就是手短，小火龙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太脆。他3技能我感觉冷却还是蛮快的。我们看看，另外可以打一波团战，看一下他打团战那种效果。虽然说打人机，那你也没办法呀，人家体验服是吧？很正常。这里大招进场，我靠，就秒掉了，一个 QA， 再 A 一下，一个 Q 斩杀掉，离谱啊！这是，喊妈宝龙。A Q A， 伤害还是挺高的。但他强在这个 Q 啊，如果在团战里面很恶心，你刚刚那波团战你看不出来的。如果说这个小火龙在正面团，他一直放 Q 的话，你对于你整个来说，你前排往前顶又不是，因为他 Q 的话是照样可以打到后排的，后排又隔太远的话，前排就单纯吃伤害，吃完伤害射手又吃不到那个 C 输出。
一键往后拉，接他招，哎，就这英雄操作很简单，但你说，你说很 C 嘛，还行，不会说像薇恩有了羊刀真的是就两回事。但他的 AOE 伤害频率太高了，我就这么跟你讲。他爆炸的点在于他的 AOE 伤害太猛了。他的那个单体其实还好，只不过有个点就是叠得太快了，他的那个被动。像端游的话是250层嘛。这里可以看到20层就解锁第一个范围小范围，第二85层就是解锁那个大的，然后接那个能攻击后排啊，弹射到后排。这火炮加上这个伤害还是蛮高啊，离谱。我看到没有？哎，看到没有？就这里就能体现出来，他那个 AOE 伤害有多恐怖，就等于就是对面的阵容不能站一起，站一起就得一直吃小火龙的那个 AOE 伤害啊。啊，第一局啊，应该就到这了，后面还有一局也是人机，你们想看就往下看，不想看的话可以关掉视频。我也没有说太建议大家去看，只不过想让大家啊，首先提早的去认知到这个英雄的强在哪里。